今天呢，要来讲的这一个影片呢，就是来跟大家讲如何克服3分钟热度以及它背后的缘由。那教大家呢5个观念，帮助自己呢转化这样子的3分钟热度的模式。那如果今天呢你是管理者的话呢，你的团队成员有遇到这个状况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根治它的3分钟热度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常常看到别人比较好，然后呢，习惯性去跟别人比较，比较完了之后呢，热血沸腾想去做，做一做之后呢，又3分钟热度又结束掉了。这样子的场景呢，有没有常常发生在你自己身上？又或者是你在带你的团队的人的身上？其实会造成这样子爱比较，且比较完了之后呢，热血沸腾3分钟热度，然后呢又没有继续执行的背后2个心理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资讯太多啦。现在啊，因为是社交网络的时代，资讯量太多了，所以你很喜欢比较，看很多的资讯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其实你会不小心迷失了你自己应该原本要做的事情，你反而只是不停的大量吸收了资讯，然后去比较。而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你会掉入一个误区，或者是这个人会掉入一个误区，就是他以为知道了就是实力，但其实他都做不到，他没有执行力。但因为他都知道，所以呢，他下意识的会觉得，我比较优越，就去跟别人比较。结果自己要做的时候，才发现到，哇，3分钟热度太难了，根本做不下去。这是第一个误区。第二个误区呢，就是会造成这种状况的人啊，通常他的自信心可能相对比较不够一点点，比较容易自卑。那呢，爱用比较的方法来看待这个世界，所以呢，导致他什么事情都喜欢用比较的模型去看。那比了之后呢，发现到自己有一点点成就感的地方呢，就会持续想去做，但做了又发现到又没办法坚持下去，又变成3分钟热度。这个是我归纳出来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的背后的心理。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呢，你要去转换一下你的思路。那如果今天呢，你是一个管理者、领导者的话呢，你就要协助对方怎么去转换这个思路。那跟你分享哦。那在这边呢，我岔个题跟大家讲一下。如果你是管理者，你是在协助你的下属；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面对自己的话呢，其实你就是在管理自己哦，面对自己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用以下这5个观念来问自己，或者是问你想要修正、调整的那一个人。那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要先去明白知道并不等于做到。因为现在资讯量太多了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听过这个名词就代表我知道，我就会去比较。而且人类是一种喜欢收集的小动物，更喜欢收集很多的专有名词去跟别人比较。我懂 AI， 我懂5G， 我懂比特币，我懂很多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呢，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所以要先跟他讲一件事情，知道并不等于做到，所以要累积自己的实力，这是第一个关键。那第二个关键就是呢，来切记不要用批判别人的方法来增加自己的自信。因为啊，刚刚有讲到会造成这样的心理原因，是因为自信心不够，然后呢有点自卑，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，所以它背后的准则在于他会批判他人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要改掉啊这个坏习惯的话，就是要把这2件事情把它改掉。那具体来说，你可以怎么做呢？来，又到了我们的 A4 时间了，你可以拿出一张 A4 纸出来，可以这样去做处理。第一，别人说出来的资讯啊，你可以听，但是要尊重，不要批判它。毕竟世界上面的资讯啊非常的多 ，social media 上面别人跟你讲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出来。他讲出来了之后呢，要切记你听，但是呢要尊重他，然后呢过滤过再吸收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客观的去理解这些事实，你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你可以坚持做下去，而不是比较，然后用3分钟热度去把它做下去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。现在因为很多的自媒体的发生，所以呢会让大家觉得媒体的知识取得是非常的简单的。但就在这种状况之下面，其实大家会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。所以啊，在遇到如果你有这种状况的话呢，你必须要有意识的知道自己不晓得什么东西，并且自己要有意识的去学习这些你不晓得的事情。这是第二件事情。
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通常会进入到比较的，不论是刚刚我讲的心态一，资讯量太多，定不下来，觉得我懂很多事情的，又或者是自信心不够，很容易自卑，喜欢用比较的人，他们都会遇到的同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没有一个核心竞争硬实力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今天要克服这件事情的话呢，你要找一个你熟悉的领域，想办法深耕钻研这个领域。借此去得到自己的执行力跟硬实力，增加自信心，以及增加对事情的客观的判断，这很重要环节。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试着把自己学会的东西，把它讲出来，分享给别人听。不论你是刚刚的资讯量太多的这种症头，还是呢自信心不够的这种症头，不管哪一种都好，其实都是因为在你脑内拥有的硬知识含量是不够的。所以啊，你要试着输出你懂的东西，透过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明白到要去理清真正的资讯以及内容，还有你懂的东西，并且你也会尊重他人的意见。因为有可能你在输出的过程当中，你讲出来的不一定正确。这是跟你们分享的第四件事情。最后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永葆好奇，但是永远评估自己的时间，会拥有比较的心态，并且想要去执行。那最后面用3分钟热度的最大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很好奇，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想做。所以其实你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思考模型，是你永远保持好奇，但是呢，永远都评估自己有没有实力，可以跳下去这些时间去做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确保你3分钟热度的这个阵头会越来越少。毕竟老天爷是公平的，给每个人的时间就是24小时，所以你如何提升效率跟运用你的时间，就是你的一个重点的课题。跟你分享。每个人都很厉害，但每个人时间都一样，所以呢，那些厉害的人，他只是懂得把他的时间专注的投资在同一个领域里面。所以呢，你不用再去想要比较什么东西了，你也不用再去想你要怎么坚持，你只要去想着保持好奇心，但投资对的时间在你要的领域里面就好了。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5个解决方法。那其实这5件事情呢，对于很多的管理职或者是对自我的这个认知当中，它是很重要的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《关键思维》当中。我刚才讲这些观念呢，其实在关键思维当中是用思维的模式去把它切割开来。那如果你看完今天的这个影片，你自己实做了，发现有点卡卡的；看完这本书也有点卡卡的，你想要再多了解更多的话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的影片呢，在每周一跟周四晚上9点呢会上片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开启小铃铛，订阅我。我在上片的时候呢，第一时间就跟你分享哦。好，我是 Mark Van， 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